美国第6架 B-21隐身轰炸机开始建造，航空工业的积累和创新能力，我们还要追赶多久？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美国空军呢，在8号开幕的第14届核威慑峰会上发表讲话的时候呢，提供了有关于 B-21计划状态的最新情况。他们证实，第6架 B-21隐身轰炸机正在建造过程中，已经开始了好几周了。而去年6月的时候，美军公布前2架 B-21轰炸机现在已经在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的42号工厂已经完成了。而去年9月的时候呢，他们还公布说42号工厂里边有5架 B-21处在不同的生产状态。现在第6架开始动工的消息，应该是用于各种试验的原型机基本都有眉目了。一般我们设计这种军用飞机都需要多架原型机，有的呢用来做地面静力实验和疲劳实验，要看设计的飞机结构能够承受最大的多少载荷；有的呢要用来试飞，收集飞行数据作为改进设计的依据。如果原型机数量比较少，那么万一出点问题，比如飞机摔了，就没有足够的备份飞机，那么研制进度就无法保障了。所以一般来说，5、6架飞机呢至少是要有的，基本上也能够保障顺利完成试飞研制任务。美国空军预计，那么明年对 B-21的全面试飞就应该是开始了。另外，美国空军也谈到了数字化智能制造在 B-21研制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并且举了个例子，他们说燃油控制系统软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但是呢，他们就是在没有飞机试飞情况下，用仿真手段建立了一个燃油系统，在这个虚拟的模型基础上完成了一个软件测试，最终呢实现了设计工作。另外，美国也有可能会用上数字试飞手段，就是用高度的仿真的虚拟环境进行模拟试飞。因为这种数字试飞呢，是要对真实环境的几乎所有细节，还有飞机的完整的系统，全部进行高精度数字化，这就非常考验研制团队的基础理论水平。比如说空气动力学方面的、大气数据方面的，各种数据模型必须特别精准，仿真才能跟真的一样，否则模拟飞行再成功也没用，成电子游戏了。当年呢，俄罗斯就发现中国这方面呢，就是仿真的科研能力硬件方面比俄罗斯好太多了。但是我们也感觉他们的空气动力学、数学功底又太强大，他们是缺设备，而我们是缺算法，只有两者结合起来，仿真这个手段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所以呢，应该向俄罗斯致敬的领域还有很多。如果仿真实验过程中能够提前发现问题，那也可以在真正的实验之前解决问题，加快研制进度。比如说，我们当年研制红箭9反坦克导弹的时候，实验发射次数就比研制红箭8的实验次数少很多，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仿真中心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而红旗9防空导弹第一次垂直发射实验就圆满成功，也是我们的仿真中心在前期有了大功劳。而现在我们说的数字试飞呢，要比几十年前的仿真要精密得多，准确得多。美国在空气动力学基础理论上，在数字仿真领域上，其实都比我们有明显的优势，毕竟是老牌航空强国，这方面底子呢相当的深厚的。至于说中国网友，当然更关心的是我们那个大家伙今年能不能飞起来。如果今年能够开始试飞，那么进度上就有可能和 B-21接近了，说不定服役有可能更早。其实呢，我倒是觉得，如果我们期望值再高一点，就不仅仅是关注某个具体型号的发展进度，而是可以期望整个航空工业的整体能力，包括它的制造能力，包括它的创新能力，是不是可以在若干年后站在一个更高的位置上。等我们在空气动力学、在航空发动机等等领域方面功底如果能够跟美国或者俄罗斯一样扎实，那么我们的智能设计和智能制造技术也能够普遍的用在各型飞机上。尤其是这些个智能的设计和制造技术，现在也是国家重点发展方向，追赶世界先进水平，成功可能也会比较早。好，关于美国 B-21轰炸机的研制过程为什么那么迅速，给我们什么提示？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聊。